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厉正杰。一轮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主持人还有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们要持续带大家来掌握到现在中国大陆的军力发展哦，是步步进逼。我们先看到的就是路透有取得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报告草案，好，里头就揭露说啊，中国大陆军方最新在3处飞弹发射井群装填了超过100枚的洲际弹道飞弹东风31，而且他不打算要跟其他国家进行军备控制谈判，那凸显的就是北京哦日益加剧的军事扩张野心。好，那甚至现在他们的军事人事也有新的变动，也就是呢，中国大陆的解放军东部以及中部2大战区的司令员在22号宣布补实，也就是原本东部战区代理司令员杨志斌，还有中部战区空军司令员韩胜言2个人晋升上将，而且分别接掌面对台海的东部战区以及中部战区。好，那新升任的这2位上将都是空军出身，所以就被视为说啊，解放军的军改强调空天一体，攻防兼备，好，强化空军在联合作战中的角色。好，那他们现在啊也特别针对了超高音速飞弹要进行组队作战。好，这部分呢就叫做这个是凌空天行推出名为这个御空级1000的超高音速导弹。它强调的就是量产基础型跟智能型并行发展，甚至还要主打人工智慧决策跟集群协同作战能力，那就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好，这个御空级1000呢，其实被认为 CP 值很高，而且呢，它是传统成本的1/10。那现在用了 AI 智慧下去的话，就等于说它的这个攻击层面可能会更加的要劲。好，那当然现在也看到了万吨大驱除舰的舰艇编队有最新的训练现场。好，我们看到画面哦，就是南部战区的海军有多型的舰艇组成了编队，开展实战化的训练。好，这次训练哦是按照背靠背的方式来进行，将突发、特勤等实战要素贯穿全程。好，这背靠背哦，意思就是说它是真打实弹哦，那模拟最真实的战场环境。好，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力量正在扩大当中。那日本这边其实也有这样的氛围，好，就是高市的军事也在扩张啊。但是这也让这个中国大陆人民日报终身也发文批评啊，说日本啊没有算也不敢算的，就是作为战争侵略国跟战败国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跟国际义务。他说历史的账本哦，清晰记录着国家走过的道路，日本应该快还上历史的欠账，端正历史的认知，要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好，那前几天我们也特别讨论到说啊，日本的首相官邸有高官说他支持永和。好，那这件事情当然引发了这个美国的讨论跟美国的这个驳斥。那中国大陆这边的态度啊，当然是认为说蛮震惊的哦。好，林健说啊，日本政府高官发表了日本应拥有核武器的言论，他说中方感到震惊。那日本右翼势力谋求再军事化的野心真的是昭然若揭。好，那日本敢做核弹吗？好，美国绝对是第一个翻脸哦。好，我也同意这样的说法。我们来看到这个分析啊，是讲说美国对日本永核的态度啊，是表面急刹车，但是背后下狠手。因为48小时之内2次的表态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也来看到这时间轴是12月18号，这是这个日本官邸的这个高官放话说，日本应该要拥有核武。好，那再隔一天哦，美国国务院就赶紧表态说，日本是核不扩散的国际领导者哦，明则是抬举，实则是画上了红线，要逼日本恪守非核的立场。好，那再隔一天，也就是20号，美国又在强调对日本的核子保护伞绝对管用，意思就是有我罩着，你没必要搞核弹。
好，这波操作既给了日本台阶，又亮出了底牌，就是叫日本啊别想脱离我掌控的警告。好，那当然现在中日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那美国又跟中国大陆希望能够交好，习近平明年还要去中国，所以现在日本这边捣乱确实会坏了很多的大事啊。好，我们看到美国啊，大家就想说，他到底如果真的发生了一些问题，会不会为日本来撑腰我们先看到冲绳这里，好，因为冲绳蛮多人是对美军蛮不满的，因为美军的性暴力案不断的在发生。好，冲绳县议会全体一致也通过有一份要致日本中央政府的意见书，希望日本政府要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发生此类的案件。好，那美国在美试射7次顺利日本防卫省19号也表示说，他们要强化防区外打击能力，而研发了12式陆基反舰飞弹。那这个月在美国的加州已经进行了实弹测试，那顺利获得了射击相关的参数，那就希望在2026年3月之前要完成研发精进的工作。那后续要部署的就是在九州还有静冈等地区进行驻地规划。好，那我们也看到日本防相，也就是小泉进次郎动作频频。好，他现在也到了长崎县的佐世保市的陆上自卫队香浦驻地来视察离岛防卫专门部队的水陆机动团。好，那也看到宣布对台军售之后，卢比欧对华的语调急转，那美国的鹰派变脸也让日本蛮心慌的。好，为什么日本心慌呢？这是前所未有的恐慌在分析上面认为，卢比欧在记者会上首次公开承认中日之间有一些紧张关系。尽管强调日本是美国重要的盟友，但同时他也把中国视为美国未来必须持续打交道的重要对象，所以将中国置于美国外交策略当中的一个重要地位。好，所以大家就说现在日本真的也算是进退两难，因为是不是沦为川普对华交易的筹码？好，所以现在整个战局在中日美之间变得更相复杂。那当然，中国大陆还是持续的秀它的军事肌肉。我们先问赖教授，美国的中国军力报告书在每一年的12月，在圣诞节以前一定要出来那在去年的时候，应该是在12月17号左右但是到今天已经22号了，他们的军力报告书还是没有出来，大家都在问为什么那目前有放出一些讯息，就是说他们认为中国大陆在蒙古这个地方有一些警射的，大概有3个地方，每一个地方大概会有100枚左右这个东风31，那这个是属于洲际的弹道导弹，可以打到美国的本土。他们认为中国大陆把这一些美国无法在第一级就摧毁的这个核武器放在这些地方，是确保中国大陆对美国有足够能力的核反击力那换言之，也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相互保证毁灭，这个是能够遏制你使用武力、使用核武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前提。美国有5000多枚的导弹，目前装在核弹头，装在这个载具上面大概是有1550枚左右，因为这是美国跟俄罗斯所签订的条约，也就是说，我们有核弹头5500多枚，但是能够装在载具，就是发射器上面的，只能够维持1500枚，550枚以下不能超过。那问题就在于中国大陆不到1000枚，可是我不到1000枚，我还能够让你不敢使用核武。那这个就是让你摧毁不了我有保有反击的能力。那一般我们就这样的3位一体的一种反卫能力，那个反击能力，不管是空射的，或是潜射的，或是地面射击的，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美国对中国大陆不敢也不能使用核武。一旦是如此的话，那美国跟中国大陆如果未来为了台海而交战，只能用正规的武器来打，只能用正规武器来打。美国又发现大陆在离沿海1000多公里的地方都装有这种中程的弹道导弹，那这种超高音速精准的这个中程的弹道导弹是专门来打美国的航母跟美国的战舰的，那这个就逼得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不能靠近台湾的周边。这个是赫格塞斯自己也说，即使我 all in 把10个航母战斗群都压过去，大陆15枚导弹就可以把我的10个航母战斗群、航空母舰击沉了。那我们从
赫克塞斯的一个推论里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他所看到的资料，应该就是中国大陆的这种区域拒止的中程的弹道导弹，阻止美国把它的核动力的航母战斗群压到台湾来。那这样的话，两岸之间爆发冲突，美国根本进不来了。对，我想这个是目前解放军所具有的能力。他们的美国的军力报告里面，目前揭露出来的一部分，就认为2027年之前，解放军已经具备有攻台的能力了啊！这是因为它已经能够有效的阻止美国不能进来。那另外有关于高市早苗为什么要放出他要造核弹？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所谓的他的不具名的日本高官，可是按照日本的政治传统跟文化，没有高市早苗的同意，不可能放消息。放的目的就是想要做，那想要做，现在美国的态度就是你不准做。但是高市早苗其实他要修改的核武3部原则中，里面有一个是安倍晋三一直主张的，就是我如果不制造，我如果不拥有，但是我可以引进，那也就是把美国的核武引进到日本来。他们想修的就是这一条，就是引进美国的核武进入日本。这个就是安倍晋三在2014年他们在推的工作。2014年的时候就被中国大陆开始施予反击了。我想现在高市早苗想借这个机会再继续推下去，对，重新要复活的再推。好，将军怎么看？我觉得最近我们台湾很多民间的老百姓大家人心惶惶的。第一个来讲是讲说2027年会对台，大陆会对台动武。第一个讲的是赖清德自己本人，他曾经讲过。然后后来他当然有做修正了，他说改成2027年会完成对台动武的准备，武统的准备。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再加上日本高市早苗最近冒了这些言论，那是不是让台湾老百姓开始有感觉？是不是连日本都开始讲说这个大陆会武力来攻打台湾？那如果中国武力攻打台湾的话，日本就会启动它集体防卫的一个计划哈。那再来再加上美国3不5时什么 CSIS 兵推啦或干什么，就一直在放话2027、2028，大概很多种说法。可是我认为说是我们很客观来讲，这个会讲出这种讯息，我们不免要怀疑是不是跟最近这个要求台湾要购买1.25兆的军购有关哈。就是美国来讲，一直放出这种风声，说他们这个大陆会武统台湾呢，你台湾要赶快这个买武器啊。我觉得包括这种论述，跟我们台湾自己国防部的论述蛮接近的。我们台湾现在每天也在那边讲，为什么我们要买1.25兆的军备，就是因为大陆有可能在2027年这个武力攻打台湾，所以我们要加上这方面的准备。那讲到中国大陆有没有这个能力哈？我觉得他平常讲我们客观来评估来讲的话，以这个我们台湾对大陆来讲，我相信他确实有这种能力，而且他有嚇阻大陆的能力。你看这次来讲，特别提到东风这个31有100枚在大陆的这种西北地方，就是这个内蒙那一带哈。但是这个东风31其实应该不是东风31啊，东风31射程大概是8000公里，还够不到美国本土。但是去年这个老共打了一枚叫东风31AG 的那枚那枚射程将近12000公里，那就可以够得到美国西部的这个几个重要城市都可以够得到。那为什么这个导弹跟这个武统台湾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说是当然不会有关系啦，这种导弹不会丢到台湾，但是会丢到美国头上。如果说美国想要介入来讲的话，那有没有可能美国自己就要承担这种风险？我们知道2个核武大国要打起来，事实上是不容易的。我们看到俄乌战争到现在为止这个美国之所以没有动手，就是因为俄罗斯有核子武器。那如果说哪一天这个解放军真的是武力攻打台湾的话，那美国会不会忌惮于这个解放军的这种这个核导弹的威力？这一枚有100万 TNT 的当量，那是很可怕。一个城市大概1枚就毁掉了。所以美国会不会忌惮这个，然后就这个不敢这个插手，不敢介入台湾的战事？这是我们必须要台湾我们自己要认清楚的。那如果说大陆有这种对美国直接威慑的力量，那我们台湾应该要如何自处之道？之所以讲到解放军东部跟中部战区2个战区司令部改成空军的职务，我觉得这代表这个联合作战海
海空或陆空联合作战的可能性大大提升。因为司令官他自己本身是空军来讲的话，他对空战非常了解。那配合地面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代表他中部跟东部来讲的话，会走向一个海空、地空联合作战的一种作战形态。好，我们接着问聂教授。好，那这里面有个字眼说，全球认为中国再军事化的野心。我想把这个野心改成叫决心，因为我觉得中国和平的儒家思想，并不是甚至想军事化打仗，他们是有一个决心，希望能够做到他们国家想要的目标。当然，我讲解放台湾，正是他们一个重中之重的目标，也就是高市的话语为什么会让中国急跳脚的原因。我先讲一下，全球在这个时间点，当中国军事到了一定的高位的时候，你想要跟他谈判，他说 no， 他说不谈判嘛。不然原因我觉得有两个：第一，实力已经到了点到了一定的高度，他有绝对自我信心；第二个，他目标就是非常明确，所以一个是他的实力，一个是他的目标。这样他为什么要跟你谈判？我有这样的决心，这样做这样的事情，你来跟我谈判就是抵挡我的目标而已。所以谈判对他反而是不利。我先讲一下哈。中国对台湾，现在我觉得有4大步骤，第一个叫和平嘛，第二个呢是要走认知战，第三个就是封锁，这个他们可能该做都做，第四个叫直击。那直击就是可怕啦，就打仗啦。但我觉得不会打到直击，因为中国也讲过了3步，他绝对不轻易打。而且如果真的要打，是因为对方挑起的话，他绝对不打死人。第二，一定要打死人没办法，是因为你惹我，一定只打死反抗的军人，这是他3步。所以他讲得非常明确。好，我现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就是大家分析一下哈，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叫做蒙古，因为2017年内蒙古有非常重要的军演，这个呢我把它解读就习近平当时坐在吉普车上在军演的时候，刚刚讲到内蒙古的东风31，我也稍微解读一下我的认知。中国有3个百年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前2个大家一定知道，一个是1921年党政军嘛，建党100年，1921到2021全国脱贫成功，全世界都知道，“12.5”、“13.5”规划的新制倍增，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二个呢，建政100年就建国，2049要达到世界第一，就是1049他们建国。这个重点就是他们有中国制造，在科技军事要走到高位，所以有2015写出的2025、35、45的3步走到世界第一强国。第3个很重要，都隐性的叫做党政军的军，解放军是1927年成立。2027他们早就在文明起要解放台湾，所以现在大家讲说解放台湾这个事情，不是我危言耸听，是他们并没有要打，也不是要打人，就是他觉得这么久了，历史该回归了，还有当习近平任内该做的事情，我必须这样解读，就这个东西很重要。为什么内蒙古是2017，他们都照计划走，10年2027就要到。刚讲那个东风31，我也稍微爬文了解了一下，东风31是洲际导弹嘛，刚刚讲到它可以打多久？最早的31是打8000公里，没有错。可是到了31B 的时候，它刚出现了 AG， 还有31B 的更厉害叫 BJ， 是今年2025出现的。那个 AG 是2017打到1万公里，它现在打到12000公里。请问一下，北京旧金山多远？9600公里。上海旧金山多远？9800公里。我告9800多到9900公里。全部都打得到，不需要打到纽约，整个西岸就打光了。所以美国怕不怕？因此美国有个战略收缩政策叫 NSS， 叫 National Security 的 Strategy。我跟你讲，上次颁布的。对，这个原因啊，您刚刚不是讲到日本恐慌 ？No， 美国更恐慌。现在美国军事实力都知道，我们根本就基本上打不过了。所以我们缩小版，你们所有我的盟国，你们要自立自强，要靠自己。我可以给你军事，你一定要协同要打，因为我打不过了。他们已经散发这种讯息，所以 Rubio 他并不会懂，他是一个商务部长，他不懂军事啊。坦白说，川普都不一定懂，但非常明显的军事，他们的五角大厦的军人都告诉他们，我们打不过，我们的所有策略一定要收缩版。然后中国要怎么做？可能我们要跟他用谈的，然后各拿利益，你不要再去惹他了，否则我们会很惨。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又出招了，他最新跟外交有关。我们来看到啊，其实他现在要来整顿外交体系，召回了近30名的大使跟资深外交官。大家还记得吗？他之前也曾经召回过军官说全球的800名军官。好，这一听一轮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好，我们来看一下内文是什么。他说他正在召回近30名大使跟其他资深职业外交官，那要确保就是各地使馆反映美国优先的施政重点。那被召回的人员主要来自美国驻非洲跟亚洲的外交机构，那都是
在拜登政府时期上任的。好，所以这个我刚才说不寻常，而且也没什么好事。果然呢，我们看到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发言人认为这样的程序很不寻常，突如其来，而且缺乏说明的召回行动，反映出制度性的破坏跟政治化的同样模式。那这种情况已经损害了美国的海外公信力。好，不过针对这件事情，美国的国务院是拒绝做出任何的评论。好，但是川普现在还有一招，他现在任命了特使。好，这个特使是谁呢？是格陵兰特使。因为他说我们美国必须要拥有格陵兰，所以他对格陵兰还没有放弃。好，他强调这不是出于关键的矿产考量，而是基于国家安全的需求。那在这个同时呢，他也任命了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为格陵兰的特使，那引发了丹麦还有格陵兰方面的强烈反弹。好，我们看到丹麦这边怎么反弹呢？他们的首相特别跟总理进行了联合声明，说我们之前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再说一次，国家的边界跟国家主权根植于国际法，你不能并吞其他的国家。好，那丹麦的外交部长则说，他对特使的指派感到非常不满，那对特使的声明更是非常生气。他说那一份声明完全无法接受。好，虽然讲到了国际法，但是川普似乎也不是一个讲法的人他就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好，所以接下来还要再看这个会怎么样发酵。但是呢，欧盟的执委会发言人也特别讲到要维护丹麦国王的领土完整、主权跟他们的边界不可侵犯性，那这对欧盟是至关重要的。好，那川普的出招当然不止这样他自己也要有这种坚强的信念，也就是他创了川普号，说是历史上这个最大的战舰。那他宣布要造2艘全新的川普级战舰，他把它称为叫做黄金舰队。好，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Welcome to Mar-a-Lago for this exciting announcement of the new Golden Fleet. We're calling it the Golden Fleet that we're building for the United States Navy. As you know, we're desperately in need of ships. Our ships some of them have gotten old and tired and obsolete, and we're going to go the exact opposite direction. Each one of these will be the largest battleship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the largest battleship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ever built. 我们看到他是宣布要计划建造2艘全新的川普级战舰，而且还形容这是一个优于现有舰艇的作战船舰，而且会有助于维持美国的军事霸权，重振美国的造船业，而且让全世界的敌人心生畏惧。所以他也把这个名字取成川普号。好，那这川普级的战舰更大、更快、更猛100倍但是卫报说自恋症又发作了我看到川普号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感觉就是他非常的自恋，连战舰都要取自己的名字。好，但是美国海军还发生了一件事情，也就是他们腰斩了星座级的巡防舰，转向变成了传奇级。好，那这个是以海岸防卫队传奇级的巡舰为基础那海军这边就说我们打造了海军新一代的巡防舰，叫 FFX。好，那这个是以杭廷顿英格尔斯的工业公司既有的设备来进行改装。好，目标在2028年前要让首艘的新型巡防舰来下水。好，所以原本是星座级但是后来转成了传奇级，这也让星座级的这个厂商非常不满那这个集团就发文回酸说主导该案的美国海军这个海洋系统的司令部频繁的更改设计的毛病而且还用过来人的语气鼓励承接该案的刚刚我讲的这个英格斯的杭廷顿船厂说祝你好运作结，那不带脏字的嘲讽了美国海军。但后来我去看这篇文已经被删了，可能有被关切。好，那我们也再看到川普的2.0国家安全战略到底该如何解读。 CNN 的节目主持人他就有特别讲说，作为全球性的经济跟军事霸权，美国只能聚焦在西半球毫无意义，那甚至可能沦为区域强权，会重演2战时代的
悲剧。好，讲到二战其实大家就比较敏感，因为算是近代史非常惨烈的一役啊。好，那川普现在到底管不管美国经济呢？看到联准会的理事米兰啊，他说如果我们不下调政策利率，会面临风险，而且短期内预计不会出现经济下行，但失业率上升应该会促使联准会的官员继续降息。那川普的关税也面临判决，现在白宫的顾问啊也特别有讲说，我们确实预期最高法院会做出对他们有利于的判决，好，但也极不可能要求大规模的退税。因为要将这些退税发放出去，在行政作业上面会是一大难题。那美国的经济出现了一些状况，甚至大家说现在是一个 K 型的经济走向，也就是富人豪华，但是基层非常的苦，要勒紧荷包。好，我们先问赖教授，包含的是格陵兰，好，现在还要召回外交官。我觉得对于格陵兰的派特使，这个是对于丹麦国家主权的直接侵犯了啊。美国目前看起来，川普已经是启动了他要把格陵兰并吞的一个步骤了。一般来讲是这样的啊，一个国家有主权，我们就会派到这个国家派大使。那如果说这个国家不够大，有的时候我们不见得会派到大使级，可能公使也有可能啊。但是如果是因为特别的任务，例如说这次泰国跟柬埔寨他们彼此之间有征战以后，王毅跟他们两国的外长都打了一个电话，那他们同意要降温的话，中国大陆就派了一个特使，他是泰国柬埔寨的特使，然后来调停他们彼此之间的开火的问题，有特别的任务，有特别的任务。好，那你现在对于丹麦所属的格陵兰岛，这是属于丹麦的，你派了一个特使，而你之前就表明你要把这个格陵兰把它从丹麦这边剥离出去。那剥离的方法，它目前来讲，第一个就是先独立出来，所以你等于是你这个特使就要去推动格陵兰脱离丹麦而独立。所以第一步骤是先独立，第二步骤就是并入公投，加入美国，成为美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不是就直接侵犯到丹麦的国家主权了，所以丹麦就感觉到被霸凌了，他们当然表达抗议。可是问题就在于，丹麦是欧盟的会员国，那理论上讲，当欧盟的27个会员国中有任何一个国家受到霸凌的话，其他的国家要站在丹麦这边来去支持丹麦，这个才是他们当初建同盟的目的嘛。结果我们没有看到冯德莱恩，就是欧盟的执委会主席有跳出来抗议反对，也没看到欧洲的其他的大国，像法国啦、马克龙啦，或者是德国的默兹啦，或者是梅拉尼亚，意大利的总理，他们竟然没有一个大国跳出来说，我们强烈的反对你美国派特使到格陵兰。这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说，原来欧盟是如此的脆弱不堪，这个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看起来，丹麦就是被美国霸凌定了啊！我觉得这个现象这样子一直走下去，对丹麦不是一件好事情，对欧盟也不是好事，因为欧盟就显得不可靠了。这难怪普丁说，乌克兰你可以加入欧盟，但是不可以加入北约。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出来，他们根本瞧不起欧盟这样的一个组织了。好，川普他想要造3到4万吨级的战列舰，哇，这个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战舰。那你要用核动力，还是要用传统的这才有的动力？然后它这么大的一个大区要跑多快？我实在是怀疑，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出云号也不过就4万吨。对。然后法国的戴高乐号4.6万吨，他要造一个战列舰，要3到4万吨。祝福你。好，将军怎么看？我觉得川普虽然说我们必须要承认他是爱好和平的，因为他一直想拿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他本质上面他还是一个军武迷而且他好不容易当上总统，他一定要实现他小时候那种造大军舰的那种梦想。好不容易要当上总统，我觉得他现在把造军舰当做乐高积木在那边拼着，拼出一个他想象中的军舰。有这么简单吗？大家不要
当做笑话。我觉得你看啊，美国的前国防部长艾斯培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就特别讲，这个他们把这个军舰的这个相片拿给他选的时候，那他形容川普在选这些军舰的样型的时候，他是在选游轮这我讲的是游艇的那种游艇，好像慢慢看，他纯粹就是这个外贸协会哪一艘军舰好看，他就选哪一艘。最后他曾经冒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的这种福特级航空母舰那个舰岛为什么要坐在旁边？好丑哦！他说可不可以改成在中间？哈，这是艾斯培在他回忆录里面千真万确讲过的话。所以川普来讲，他现在当上总统，他权力最大，那旁边有一票子狗。这个拍马屁的，那迎合他的说法，他现在要造2艘。第一个我们讲说造2艘，一个舰队没有说只有造2艘，为什么你成本就不划算嘛？那你当然如果说是你能够造的数量越多，当然你成本整个会降下来，所以不可能降2艘啊。2艘他还特别，他最喜欢这个第一个，我觉得就军舰哈那种大炮型的主力战舰型那种造型。第二个他喜欢黄金，所以他取一个黄金舰队。这个要造这个2艘，那美国这个以现在造军舰能力造得出来造不出来，我们这上面已经给了很明确的答案。他原来美军自己造的叫做这个滨海战斗舰，它是模块化组装的。就是我今天要反潜的时候，我将这条军舰上面放上我模块的这种组装上去，它就可以反潜作战。我要防空作战，我就放上防空的装备上去。原来构想是很好。可是这艘军舰从出来到现在不到10年就被淘汰了，美军自己把它淘汰掉。原来说还要卖给周遭的一些同盟国家，那我们台湾赶快说不要，连我们台湾都不要，因为那个事实上是不符合作战的情形。因为你作战的时候怎么可能说是打仗打一半回来我换上防潜的啊，打一半回来我换上防空的模组块，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它滨海战斗舰它没办法做的时候，它改了次一级叫做星座级，就是我们讲的星座级那一家。星座级它原来又要做几艘，要做80艘那么多。为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它做到80艘，它成本就可以压下来。但是很遗憾的，它因为设计的不良哈，它没有办法容纳以后后续的武器能够装上去，因为未来舰艇是不断的精进嘛，那所以它改成20艘，但是现在连20艘做不出来，做2艘它就喊停了。现在用另外1艘的这种海警船的船体来制造它的巡防舰，所以从这过程之中你就知道，它连巡防舰都造不出来，它怎么可能去造黄金战舰呢？好，所以将军是不看好的。我们问聂教授，当然不太看好。美国制造业空洞化，怎么去造船嘛？川普自己前一阵子都讲了，中国现在一天造1艘船，他们怎么办？他们1年造不烧1艘，所以他们压迫着日本或美国。你知道现在全世界造船1半以上都是中国的实力，日本13%，韩国17%，所以他要挟日本、韩国啦，也到美国去设这个军事港去做造船厂。但是我先讲一下，川普呢，当然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你要知道，他年轻的时候30几岁的也成立过川普航空公司。他当时买下航空公司，改名马上叫 Trump， 你去研究一下。他也喜欢玩，他也搞了个演艺公司，也叫 Trump 演艺公司。他就是这样的人。可是重点，这是对自己的企业。你以前是 Trump 的 CEO，27岁当 CEO， 那是你以前。现在你治理国家啊，你不可以这样的。我的重点是，所有的舰，你不管福特号，你知道。这些人都是在过去，也不是他自己这个将军在位的时候喊出来，或者总统在福特当时喊出来，是事后人觉得你很棒，纪念你，不是都是后人追加吗？他自己在任就希望把自己什么东西都放在身上，就好像在学校一个这个院长或者什么一个行政人员。当然，学校有很多的奖要颁，这个呢有权利的人就全部都给自己，比如这个绩优什么奖就自己编嘛，都给自己就好，都不用给别的老师啊。教学优良什么都可以给自己就好，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知道吗？我现在要编川普的舰号，就要开始。重点这是2级啊，第一个你要编可以，你的想法很好，就是你自己的想很怪。那但是怎么做，这是一个，还要造最强的。那第二个是他讲的也有道理啊，因为他讲回忆到。他用这个很有道理的东西说现在不管尼米兹号的这个10艘，或者这个福特舰1艘，我跟你讲，他们都太旧了，太老了，一坏了，前一阵子不掉了飞机下去吗？一坏了，维修后勤都不够，这是一个重点，很有趣哦，哈。所以大家去想想他这个。第二个，我要讲一个很快的东西，叫格陵兰，这是世界非常大的岛，这个岛呢非常之大，它有216万6千这样的方公里，是台湾将近66倍。我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个岛上只有5万多人，5万6千多人。那么讲不好听，台北啊，你自己想啊，西门町到东区南部，你就说西门町到这个剑潭好了，你6乘6 36，等于这个全部里面只能看到1个人。你看他人口密度多低，他为什么要？你说他不是为了矿呢？当然是啊，他当时一上任的前几个礼拜就讲了，我们美国只有180万公吨的什么稀土。格陵兰我看到有150万吨的稀土，
他马上就要拿。请问这个有80% 以上被雪覆盖的国家，不是国家，丹麦区这个历史的这个地区，他为什么要拿？当然，这个从好处讲，他是很聪明的，可是没有用啦。但是你也要知道，你要照程序走。实体就算你美国是一个霸权，你想要拿，但是你程序也要尊重所有的欧洲国家，这样就有点霸凌的感觉嘛，不是这样吗？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讲到无人机，大家就会想到的是中国大陆的大疆无人机，但是现在美国要禁止哦，包含是中国大疆，还有所有外国制的无人机跟零组件纳入了国安这个风险列管的名单，而且他说要接受到这个美国的获准进口或是销售的批准才行。但是大疆这边认为非常的失望哦，说根本没有任何的证据，而是反映出保护主义跟开放市场的原则相悖。好，那就说大疆现在为何这么强？因为吃下了70%全球无人机的市场。好，日经就有拆解零件之后，发现低成本的秘密。那我们也看到辉达的 H200，渴望明年的农历年前出货到中国。好，川普的政府已经松绑禁令，但问题就在还要等待中方的核准。好，另外沙烏地阿拉伯也豪掷千亿哦，他们现在也想要发展 AI， 但是不买美国芯，牵手中国，所以很多外媒认为川普赌输了。好，那现在这场交易，也就是 AI 交易，当然也就是牵涉到整个世界权力的核心转变所以看到沙烏地阿拉伯现在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越来越近了。那中国大陆现在在很多的场景上面应用 AI 的部分最厉害的当然是机器人因为它有很多的突破，像是有最新研究AI 机器人潜在风险只有一个词，其实就能让它辩解。好，那他说这个关键词就能远端的控制 AI 机器人，改变它的行为，甚至执行攻击命令。但有人担心说如果有人是比较恶意的话，会不会导致一些问题？所以这个有机器人有好也有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好，但是机器人现在还有能够感知冷热的皮肤，那当然人机协作就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他们甚至可以感觉到杯垫的温度，还可以察觉到手心因握持而升高的局部湿度，就是越来越像人了啦。那大摩也认为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市场将增加100倍到4.7兆。好，人形机器人渴望在承担很多的工作，那像是应用场景很多那涵盖了装配、包装、好质检，还有运输等任务，也支持黑灯工厂等多模组化的协作。那要推进的就是全自动化的系统建设。那内地也出现了像是租机器人的这个平台，租金200人民币起那应用的场景非常的广泛。那这当然也成为了现在很多人讨论的话题，因为过去都想说只有电影才看得到，越来越贴近我们人的生活，自然是非常非常有这个讨论度的。那我们再看到习近平现在很积极的部署一些重点产业在广东说有超过2200亿元的战略新兴的产业资金，那甚至还有广深高铁开通，那就是到盛江广州只要1个小时32分钟，时速是350公里。那广东也登顶高铁第一省，那全国还有多条线路是准备开通。你可以看到现在高速铁路的示意图也都一并的给大家看。好，那当然广州到盛江的广深高铁那还有这个汕汕高铁汕头南到汕头段都是同日开通。那广东省的高铁营运里程增加了420多公里，总里程数超过了山东。所以现在要把这条大通道整个连接起来，就说像是长三角海西、珠三角以及北部湾等国家级的经济区高效的连接起来，要实现沿海经济来带入人流、物流跟资讯流，那进一步的释放国家发展的潜能。好，那我们也看到包营高铁也是全线开通内蒙宁夏跨省交通就迈入了一个新的世代。所以现在在中国大陆这边一些基础建设也是这个炉火纯青，一直在进步当中。好，我们看到了就是无人机跟晶片的部分一直还是大家讨论的焦点。我们先问赖老师。
无人机，中国大陆确实碾压了全世界啊，那当然包括美国在内。是美国拼了命要跟中国大陆竞争无人机，但事实上它是输得很惨。不过我觉得美国人这样子胜之不武了哈，因为输了就禁啊，由 FCC 来禁啊。FCC 为什么管得到无人机？他说，因为里面有用通讯系统啊，那因为遥感那个都是通讯嘛。所以那就是我管的，我就不让你进。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对美国的农民来说不公平，因为美国现在的农民大量的使用无人机，啊，他们不管是那个撒农药、撒肥料，还有很多的监看啊，因为现在农民不用说每天都要像过去一样，你去巡田里面，你在家里面你都可以看得到，你可以用无人机去看看你的。这个农作物的长的情况怎么样？它可以，它应用范围很广。它不但可以它可以杀虫、施肥料、施这个那个打农药，然后它本身还可以帮你去监看、帮你去了解，还有森林警察，它也是透过无人机去了解它的这个监视的范围。警察也透过无人机去掌控这个在追罪犯的时候，它的这个，还有就是有很多网红。他们也用无人机自己去拍，例如说他到海滩去，他们在海滩的运动或者什么，他们可以用无人机去拍摄等等，这么多的一个应用，结果你现在不让他用，然后他们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无人机，然后你却规定他一定要买美国的那些笨重又贵，然后又不好用的无人机，那最后一定是想办法。走水货嘛，走别的地方进来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件好办法了。美国人如果这样做的话，你等于是让大陆有更多的理由，对于你很多的产品就设限制了。例如说你刚刚讲的 H200，因为美国有个法律规定，你所有的数位的产品，就是通讯数位产品，都必须要留有后门，让美国的 CIA 情报人员、FBI 他们可以透过后门。进入系统里面去偷听、偷看、然后偷拿资料，这个是他们的法律规定，所以我们才会说美国自己他们这些大咖也都承认了啊，他们例如说脸书都承认他有后门给情报人员，不然的话梅克尔的情报怎么泄露的？他用脸书或是用他的通讯系统跟他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为什么会被美国人截听？就是因为他们都有后门留给他们，包括很多的软件都在里面。那一旦是如此的话，对大陆来说，那你辉达是不是也一定要遵守美国的法律？因为黄仁勋一直强调他一定遵守美国的法律。是。那黄仁勋说我没有后门，可是这个就有矛盾了嘛。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要查的就是要先确定，如果没有后门，那当然可以用；但是如果有后门，那开玩笑 AI 所以大陆现在已经规定，国营企业还有政府补助的 AI 的运算中心都不准用这个进口的。当然不是针对黄仁勋来的，而是都不准用进口的。最主要的就是怕有后门让他们进去。好，聂教授怎么看？我先讲一下这个，大家都知道啊，绿人车、无人机这个机器人这个我们讲机车人。那全部呢，大家都知道，自驾车都中国呢不但量产，而且价钱非常便宜。当然，对中国自己也产生了内卷的现象。但是你今天在国际中你不用，你怎么办？因为有两样东西，一个是需求，一个是成本。好，那我请问一下，如果你需求，你这个国家没有能力制造，你没有能力，你怎么办？你就不能，你必须进口啊。但你有能力，你才能禁止啊。这两个禁哦，一个是禁止，一个是进口啊。所以你应该是鼓励禁才对。反观 H200，实际上中国寒武纪也好，新凯也有很多已经做到了一定水位，其实可以打击到 H200。虽然它的算力在突发就超过以前 H20，它不要20，但有6倍的算力。因此，他觉得 H200在某些民营国家还是需要，但是它必须经过中国审。它严审之后呢，如果你真的需要，你要告诉我要多少，然后去用，要不然就用国内的。中国用的是一个聪明方式，我需要的我要，美国不是，我需要还是不要。
我的消防也需要啊，刚刚讲到农民也需要啊，最后那递送也需要啊，甚至监视都需要。请问你美国人做出这么多这么好，而且很贵，那你以后要的人，你看国家就算人民农民怎么买？所以美国真的，我觉得有点瞎了，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背后的经济团队真的不够。我最后再讲哈，那为什么沙特阿拉伯呢跟王毅他会去买这个中国的？讲不好听点，便宜好用，而且最重要的供货无忧啊。两个程度，第一个呢，它量产让你绝对是供货无忧，而且又便宜。从经济角度，从政治角度也是一样。因为美国看中国的差异在，中国还是用儒家的思想，在跟全世界都是用和的方式，用互惠方式在做。而美国当然喊到互惠川普一直喊 fairness 嘛，要互惠，要 reciprocal， 但他真正在做的，你看一上来的4月2号就打关税。有没有互惠，大家都明眼人看得非常清楚。因此，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国家，在美国势力还是最大，比这些都很大的时候，大家都会怕你，而不敢跟你真正和。可是真正到你势力已经被另外一个，而且对我比较友好，还可以给我便宜好用、供货无忧的，你觉得他会选谁？因此，这个还不是沙特阿拉伯，将来还会有别的国家可能都会跟进。好，将军怎么看？当然这是 H200哈，美国突然开放说愿意卖给中国，但是中国好像表现得很冷淡。那当然，意兴阑珊。对，意兴阑珊，会让黄仁勋这个兴致勃勃的说他已经准备了4万多颗的晶片要开始出货，可是中国好像没有什么反应，也没有说表示欢迎啊，或者是感谢美国，完全没有。那代表什么意思呢？我觉得中国在AI 晶片方面，他大概已经看透了美国这种小院高墙，然后后续来讲会持续的用科技围堵的方式来限制中国的发展，所以中国必须要断奶，在 AI 晶片上面，它就必须要断奶。怎么样断奶呢？当然，我现在自己做的晶片不如你美国，可是我只要假以时日，我只要养活自己的这些AI 的这个企业来讲的话，我现在培养它，我这个买自己的晶片，虽然你现在做的东西不是很好，可是我持续给你灌奶水之后，那总有一天你会继续茁壮，继续长大。目前来讲，中国在 AI 晶片上面号称有这个 AI 的3雄一个是木犀，一个是摩尔线程，一个是寒武纪，这3家。那这个摩尔线程的时候，它刚上市的时候，它的股价当天就暴冲400%，结果没想到木犀在上市的时候更可怕，一天冲到700%，你看那个价位。所以对中国老百姓来讲啊，他们对他非常的有信心。那木犀这个老板他本身他这个是曾经是在 AMD 里面当员工，所以他回到中国来自己创业。他现在所做出来的C500已经做出来了，他现在设计的是 C600 已经开始量产了。但是他这个量产从开始 IP 的这个设计，一直到晶圆的制造，到最后的封装测试，都是中国本土化作业完成的，所以中国自己有这个实力做得出来。当然，它的效能来讲，听说它的效能大概比照 A100 左右，就是 NVIDIA 的A100 的算力大概比照 A100， 当然可能还比不上 H200，那更不要说是贝克威尔。但贝克威尔那款晶片，你根本就美国不可能卖给你嘛。那如果说是你，与其在这种状况之下，我如果说能够养活自己，培养我自己的国内的 AI 企业，我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培养？我们看到中国这时候采取措施，譬如说是我电价给你减半，你要用中国的产品来讲，我电价给你减半。虽然说你用中国的晶片可能会比较耗电，可是我电价给你减半，对企业来讲，它就没伤啊。而且基于爱国心，我觉得后续来讲，这个民众这个股票会说话民众会让这支股票突然刚上市第一天就飙冲到700%，代表说大家后市看好。那对于中国来讲我们看到这个广东的高铁有一句话，老话讲得好，要致富先造路了这个你只要有路，当然就可以货畅其流那这个当然路有很多种路这个包括陆路，包括铁路，包括港口运输，包括机场运输，然后甚至于当然高铁的运输是有它的这种最大一个效能。第一个它速度快，第二个它有弹性对路上运输来讲是很好。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还有一种路，我觉得是未来中国一定会发展的路，那叫网路。